一灯续碎，二灯燃魂，三灯照破，四灯守神，五灯破恶，五灯辟邪。七星尽燃。惊天剑圣。七星灯燃满49日，你儿性命即可无虞。能求得苏小姐出手，开启法阵，用我残命换我儿成清，成剑一生，是我诸葛家族之幸啊！你以命换命，3日之后必死。念你虔诚，我会为你儿护灯，直至法成。多谢苏小姐。我大限将至，这世上唯有刘家祖训记载之人能救我。这夜速去寻他。好，好，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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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啊！爷爷，你别吓我们，爷爷！苏训，刘家祖训有云：凡遇大事，就去找名为苏慈之人。调动刘家所有资源，务必找到此人。大少爷，找到了。几个月前，海城的诸葛长青突发恶疾，各大名医都束手无策，连棺材都备下了。他爹诸葛志把苏小姐请回以后，诸葛长青突然就恢复正常了，简直神乎其技啊！哎，那刘家祖训记载之人，定是他。备车，速去海城诸葛家请苏小姐。是。49日，只剩最后1日。主火越发躁动。诸葛家气宇本是极煞，想完全保下诸葛长青的命，须得让诸葛家后人在诸葛志的尾期祭典上潜心祭拜，焚香献寿。进。苏小姐，我来接您参加父亲的尾期祭典。派人将七星灯移至大堂，祭典结束之前，七星灯万不可有差错。是。否则灯灭，诸葛长青死，诸葛家亦永无新日。伯母，今天是伯父祭典，苏慈一个外人凭什么坐着？哼，你是不知道，老头子死之前嘱咐诸葛家都得听这个苏慈的话，长青对他是言听计从。价值连城的人鱼膏，不要钱似的给他当灯油烧，样样都要最好。这1个月花了我家上亿，这么多。苏小姐，年份不够，杂质太多，换。是，我马上去换。哎，长青，昨天才从拍卖会花100万买的人鱼膏，他说不要就不要了，真当我诸葛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母亲，你怎么能怪苏小姐呢？明明是我疏忽了年份。苏小姐，她乃绝世高人，切记，不可对苏小姐有任何不敬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。伯母，长青哥哥和这个女人都把这些灯当成宝贝，这些灯到底有什么用啊？苏小姐，
你看这个可以吗？别说，这苏小姐和咱们家少爷站在一起，还挺般配的。苏小姐气质出众，把少爷训得服服帖帖的，还真有当家主母的风范。不过是个不知名的江湖骗子，还敢妄图成为诸葛家的主母，我才是长青的未婚妻，下任主母只能是我。苏小姐，开始吗？诸葛家族全员何在？诸葛家全员在此。向老家主叩首。一跪。等等，怎么了，清然？伯母，古人云死者为大。苏小姐在诸葛家白吃白住了1个多月，诸葛家主生前待她也是极好的，难道不该和我们一同向老家主跪拜行礼？老公生前交代过，苏小姐异于凡人，要好生伺候。可这段时间，她在诸葛家花钱如流水，却压根没展示出任何本事。我早就对她有所不满。此话言之有理，就是不知道苏小姐愿不愿意跪拜，也算是报答我老公生前对你的恩惠。恩惠？诸葛至于我，何恩之有？苏慈，你在诸葛家白吃白住这么久，居然敢说诸葛家对你没有恩惠？我愿留在你们诸葛家守护7星灯，你们才应该3跪9叩感谢我。苏慈，我好吃好喝的招待你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母亲，苏小姐她是客，她在这主持祭典，已经很给我们诸葛家面子了，你怎么能让她行跪拜之礼？说不定这些灯就是他用来哄骗老家主的玩意儿，说什么灯灭了就会引发灾祸。我看啊，都是这个女人在危言耸听。欣然，你说的没错，这破灯耗费我诸葛家无数钱，今天我就砸了这破灯，以免我诸葛家的资产再被无端浪费。母亲，果然，这灯就是骗人的东西，什么灾祸根本就不存在。长青哥哥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你怎么流鼻血了？苏小姐息怒，我妈刚说的话都是气话，您不要放心上。我身体健康，却无缘无故的流鼻血，这一定是触怒苏小姐的惩罚。我无权干涉个体行为，灯灭一盏，减寿10年。诸葛长青，你能否活命，就看你家人是否停止胡闹了。儿子，你快起来！凭什么我们跟他道歉？妈，苏小姐是我们家的贵人，如果没有她，我的病不可能痊愈。你的病痊愈，全靠家里花重金跟你请的名医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这灯都灭了，你不是还是活得好好的吗？父亲再三交代，不能惹怒苏小姐，不然会遭来灾祸。我的鼻血，也许就是一种警告。你流鼻血那是因为你上火了，他站哪儿一动不动，不可能跟苏慈有关系。妈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好吧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不跟他计较。行，苏小姐，你不行跪礼也可以，赶紧举行祭典吧。等祭典结束，我就将你赶出诸葛家。现在不行，
苏慈，你又在搞什么名堂？为什么现在又不行了？吉时已过，需再等1个时辰，方能举行祭典。我看你就是找茬。有客将至，还有人？都给我听清楚了，万不可怠慢苏小姐。是。有人要来，可是我们诸葛家的人都到齐了呀。什么？京城刘少前来祭奠？好，开门迎客。刘家那可是传承千年的帝王家族，跺脚就要害成斗一斗的家族。帝王家族那不是光从指甲缝里抠出来一点给咱们诸葛家，就能让咱们更上一层楼吗？咱们要是能跟刘家搭上关系，一定能一飞冲天呀！怪不得霸凌死前叮嘱我万事都要听苏小姐的，她果然非同寻常。快，立刻吩咐下去，务必用最高礼仪接待所有人，同我一起出门迎接。苏小姐，京城刘家前来，你不去迎接吗？区刘家还不配让我亲自迎接。苏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老公的祭典你不跪拜也就算了，现在要你出门迎接一下客人，你都不肯。我说了，刘家不配。你住嘴！这话要是让刘家的人听到，雷霆震怒牵连我诸葛家，你罪过可就大了。母亲，苏小姐她不去，必然是有自己的理由，您不要再为难她。我为难她？这1个月，她在我家吃穿用度样样顶奢，稀世珍宝当不要钱似的消耗。你说我为难她？哼！今天我还非要她出门迎接刘家不可。母亲，以下犯上，你可看我雷霆一怒！母亲，伯母，你没事吧？苏慈，你把伯母气得都腿无力了，你不随我们一同迎接，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自然是守灯。灯，就知道拿这个灯当借口，竟然被我灭了他的灯。表现的机会到了，没问题。不！竟然，伯母，哎呦，这恐怕不是家族显灵了吧？一定是苏慈在他的祭典上作威作福，老家主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才显灵的。静儿，是不是你刚才流鼻血，导致现在有点贫血呀？啊？伯母，苏慈就是个祸害，都惹怒老家主了，就该把他赶出去。不可！灯一灭，我的身体就会出毛病。父亲说的没错，这七星灯关乎我的性命。母亲，绝不可再灭七星灯了。行了，我不灭行了。苏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母亲僭越了，您只需在此等候，无需出门。灯都灭了2盏了，不也什么事都没发生？长青就是爱小题大做，看我找个机会把那破灯全都灭。走。苏慈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。诸葛志，你族人扰乱阵法，触犯天纪，七星灯如今只剩5盏，你换诸葛长青的命，
也只剩10米。诸葛家主母陈芳携全族在此恭迎京城刘家。苏小姐呢？苏慈坏了，难道是他从前得罪过刘家，这次是来兴师问罪的？不成，我得跟他撇清关系，不能让他连累我啊！原来是找苏慈呀，他就在里边。赶紧带路。请。刘少爷，请。奇怪，我记得刚才遗像分明掉了下来，怎么又回到墙上？苏慈，还不滚过来向刘家跪下谢罪！放肆！这苏慈一贯目中无人，我现在就拉他出来赔罪。我说的是你。刘少爷，你快请起，我诸葛家可担不起你这一跪呀！放肆！刘家跪请的是苏慈小姐，跟你什么关系？京城刘家少主刘晨义见过苏慈小姐。什么情况？这刘家不是来参加老爷子的祭典吗？怎么会跪请一个小丫头？刘家此举到底是何意？难道他真有什么非凡之处？刘家祖训有云，但凡遇见危难关头，就来寻你，请苏小姐出手，救我祖父。完了，他居然和刘家有关系，我刚刚还得罪了他，这可怎么办？请回吧，我此刻无法离开，救不了你祖父。原来是来请他去京城治病呢。苏慈这江湖骗子，懂什么治病？正好趁此机会将他赶走，还能顺便卖刘家一个人情。刘少爷，您先起来，我诸葛家与苏小姐有恩，所以他才甘愿在此守着。若您想带走他，我诸葛家可以替您说情啊。诸葛家真的有恩于苏小姐？那是自然，甚至不是寻常恩情。你看他穿的衣服，戴的首饰，哪样不是极品？还有，他守的这个七星灯，这灯油都价值千金，这都是苏慈欠我们诸葛家。母亲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苏小姐何时亏欠我们诸葛家？伯母说的没错，就算伯父生前对他没有恩情，但这1个月，诸葛家可是实打实的养着他，给他花了将近1个亿，还没让他还过1分，这难道不算欠诸葛家吗？不过给苏小姐花1亿，就敢妄称苏小姐恩人，真是不自量力。苏小姐，我愿奉上刘家所有资产，求您跟我走一趟京城，救爷爷一命。所有资产起码上万亿。苏慈，人命关天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去刘家帮忙看看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若苏慈救不活那刘老爷子，我就跟他撇清关系；若他真侥幸拿到刘家财产，我就占为己有。另寻他人吧。伯母，你看他不识好歹，刘家亲自跪请，他还摆上谱了。我看啊，他就是故意拿桥，想从中多谋好处。苏小姐，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？我潜心祈求，愿您垂怜刘家。七星灯燃尽之前，我不能离开此处。七星灯？那是什么？就是这个破灯。刘少爷您放心，我现在就把灯给灭了，这样他就无灯可守，自然乖乖跟你走。不要！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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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我也只能救得你这一次。若他们继续造次，你命休矣。晶儿，晶儿，晶儿，快起来！晶儿，你今天贫血状况怎么这么严重啊？我不知道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没吃早饭。母亲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绝对不要再摔七星灯了吗？那个苏慈要是真的这么厉害，那灯怎么这么轻易就能灭？我看这灯就没什么作用。现在那个刘少爷想要的，只要我们帮他完成心愿，那我们就能攀附上京城刘家。可是父亲……好了，别老拿你父亲说事。今天我还非逼着苏慈去刘家，竟然那灯还剩4盏呢，继续砸！我第一次灭灯被砸，现在又被烫伤，难道真的有诅咒？就算有诅咒又如何？难不成还能弄死我？只要把苏慈这个狐狸精赶走，长青哥哥就是我的了。好的，伯母。你们可想好了，灯灭之后，气运散尽，不仅诸葛长青会死，诸葛一族也将遭天谴。危言耸听。欣然，动手！好。不。长青，你眼睛怎么流血了？苏小姐果然能力不凡。是你？是不是你这个妖女在残害我儿子？我杀了你！妈，长青，是这个灯在搞鬼，灭了你的灯！你们可想好了，灯灭之后，气运散尽，不仅诸葛长青会死，诸葛家族也将遭受天谴。危言耸听，我偏不信！妈，诸葛志，你一番苦心，终究是付之东流了。静儿，妈，你就听我一句劝吧，灯灭了，我的命就没了。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，长青，快叫救护车！是。苏小姐，诸葛长青救下了最后一盏。一灯续碎，可诸葛长青3魂4魄已丢。若这灯燃着，他尚且能以植物人的形态苟活数月；若这灯灭掉，他也就没命了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这妖女在胡说八道！我儿子不会有事的。你若不信，大可把这灯灭掉，看看你儿子是否当场丧命。伯母，你别信他的鬼话，这7星灯就是他用来施展妖术的。长青哥哥就是被他的妖术所害，只要灯灭了，长青哥哥就获救了。伯母，你不敢灭，我来。等等，等等，我
不能拿青儿的命所赌注，这道还是先不灭吧。这诸葛长青也是可怜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刚才不是还艳阳高照？难道是祖宗显灵了？机会了！别慌，快速去救火！快去啊！好。家母，不好了，消防栓没水。家母，灭火器也是坏的。没用的东西！家母，你的裙子着火了！水！有水！伯母，有雨有喷泉！苏小姐，求您出手灭火。此乃天命之火，想要灭火，须得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我愿意付。你并非诸葛家族之人，为何甘愿牺牲？刘家祖训，但凡遇见危难，不可见死不救啊！你倒是个心善之人。太好了，火灭了！伯母，您快看，火灭了！一定是伯父显灵在保佑诸葛家。老头子啊，你叫来的这个苏慈，可是要害死诸葛家呀！还好你显灵，帮我灭了这邪火，不然我诸葛家的百年基业可就全毁了呀！苏小姐，诸葛家鼠目寸光，不值得您继续留下来了。我再次祈求您，移驾刘家，救爷爷，刘家必定以诚相待。站住！站住！你这妖女要去哪儿？阵法被毁，我已没有留下的必要。天且将至，你们好自为之。你毁了祭典，还使用邪术害我儿子晕倒。现在你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我若想走，这天下无人能拦我。苏小姐地位尊贵，她的去留，岂是你能左右的？我不管，他要是不把我儿子救活，不把这1个月花在他身上的上亿还回来，我就不放他走。区1个亿，刘家出。哼，我儿子还没醒呢，不把我儿子救活，苏慈他别想走。伯母，医生来了，医生，快！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根据初步诊断，生命没有什么危险，但是你恐怕是醒不过来了。什么？难道苏慈说的是真的？长青下半辈子真的只能是植物人？长青儿，长青儿！青儿，长青儿，青儿，你醒了！果然是老祖宗显灵，保佑我诸葛家呀！苏小姐，怎么了？你是童子之身，是。诸葛长青倒也算好运，有童子之血加持，本该以植物人形态度过残生的，他死前也能保持清醒的活着。我从医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这么离谱之事。上一秒还是植物人，下一秒居然醒了。
应该是苏小姐救的我，谢谢苏小姐。你应该谢刘少爷。谢什么谢？有什么好谢的？我儿子能醒过来，跟你们有个屁的关系？哼，分明是我儿子命好。对，有的骗子想用几盏破灯骗人，今天摔了6盏，不也什么事儿都没有？反正就剩最后1盏，看我歇了他！妈妈，你有完没完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妈，果然，这就是妖狐，我还就不信呢。妈，这，我来试试。苏慈，快把你的邪火灭了，不然诸葛家绝不会放过你。苏慈，你没听到我在说话吗？我要你聒噪！妈，文某，你苏小姐，我知道是我们冲撞了你，我愿意代表我们诸葛家所有人磕头罪谢。长青！机会我给过，是你们诸葛家族不懂珍惜，错失良机。如今我与诸葛家族因果已了，你不必再留。诸葛镇，我已尽力，是诸葛族人毁坏反镇，枉负你心意。此后诸葛一族将无出口之日。大少爷，苏慈小姐已经离开诸葛家了，您为什么不邀请她跟我们一起去刘家呀？我邀请有什么用？还得苏小姐愿意才行啊。可是您已经给她花了1个亿了，算是对她有恩吧？为什么不借着这个机会邀请她？慎言，那1个亿是我心甘情愿，并不算什么恩惠。我们若挟恩图报，就是冒犯苏小姐。不懂事了，不懂事啊！去刘家。苏小姐，您请。啊！苏小姐，长青，怎么了？苏小姐完全放弃我们了，趁她还没有走远，我们赶快去追，还有一线希望。不行，我们凭什么跪她？妈，你们就不能再听我一句吗？她是刘家的跪求请来的人，您不仅逼迫她下跪，还将供奉的七星灯全部打翻。如今大唐着火，你和秦然纷纷受伤，我也差点丧命。妈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那都是巧合。我诸葛家家大业大，就算真的有天谴，只要我们肯花钱，就一定能破除。妈，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用钱来解决的。我们现在再不去追，真的来不及了。不许去！好歹我诸葛家在海城也是有头有脸，我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钱解决不了的事。你给我飞了你！苏小姐，求你别走，只要你不走，什么代价，诸葛家都愿意接受。瑞夏，走。苏小姐，都怪苏慈这个妖女妖淫惑众，当家的刚死，眼下诸葛家绝不能乱。各位别怕，什么天谴，那都是莫须有的东西。就算是真的有，我花钱请个大师破除即可。反正我诸葛家有的是钱。
对，这个世上就没有钱办不了的事儿。伯母，我相信诸葛家一定会没事的。大家千万不要听信那个妖女说的话，只要我们大家齐心，这世上就没有我们过不去的难关。祖孙对。今日大家先回去，等大堂修缮好，我再诸请各位。是。血，我怎么会咳血？你怎么了？刚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都是血？长青，快叫救护车，把胸口堵得慌。马上就下。喂，我们已经接到苏小姐了。已经接到苏小姐了。好，我这就领所有人出门迎接。太好了，爷爷你救了。各位，刘家祖训之人已在来的路上，所有人随我出门迎接。是。你时代单传的大家族，想不到到了你这一代，竟然出了一个无心阵。4年了，竟然一点效果都没有。这病是天生的，要怪你基因不行。说什么？你死！我老爷，好消息，苏小姐离开了诸葛家，现在让京城的刘家给接走了。什么？快，赶紧备车！我要在苏小姐进刘家门之前截胡。是。你个逆子，跟我一块去接苏小姐。大少爷传来消息了，诸葛家因得罪了苏小姐，真遭了天谴。没想到天下居然真的有这样的奇人，当初因一念救下了诸葛长青，现在又因一念让诸葛家真的遭到了天谴。大少爷吩咐了，千万不要得罪了他，老爷子的生死就全靠苏小姐了。至于这么兴师动众，还什么一念救人一念天谴，闹着玩。二少爷，话可不能乱说呀，这可是关乎老爷子的生死。大少爷为了请苏小姐，可是花了1个亿呢。神神道，也就大哥信这些。苏小姐，请。但是就是年轻小哥呢，真能救人。恭迎苏小姐。此地乃福泽之处，但有气运散尽之势，朕眼中人有将死之相。不过我既然来了，自会保全刘洪胜。不愧是苏小姐，我还未报出老爷子的名讳，她就已经知道了。苏小姐，请进。苏小姐，请留步。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方老爷子吗？那个苏慈居然认识他。苏小姐，风腾，想不到苏小姐还记着我这样的小人物。方老爷子居然在苏小姐面前自称小人物，他若是小人物，那整个京城怕是没有大人物了呀。看来这苏小姐果然非同一般呀。苏小姐，求您救救犬子吧。不是大问题。那就好。苏小姐，我知道您的规矩，已经提前安排备好了酬劳。这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啊！封家真是大手笔啊！仅有这些可远远不够。风腾，你要救的可不仅仅是这一个儿子，而是风这个姓氏。苏小姐，是我考虑不周，还求苏小姐指点。准备好金丝合欢，10日之后再来找我。是。你这小样的骗子，这不知天高地厚啊！我爹可是京城响当当的大人物，虚真家贵来请，你还敢摆架子啊？算了，你是，对不起，苏小姐，小儿口出狂言，冒犯了您，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他。
刘家人听好，想要我出手救人，可以，但需事先告知。接下来这1个月，刘家上上下下需全权听我的，不得有疑义，不得过问。若应不了，此事便算了。苏小姐，只要能救我爷爷，什么条件我们刘家都答应。您请。刘家发展势头过猛，刘洪生烦屈，难以承受此地气运，所以才有暴毙之象。唯有散财行善，休养生息，方有一线活路。将刘家现有的所有资产证明，近些年来所有的账本，以及近期未完成的项目报告一并呈来。是。他来了刘家不救人，却要查我刘家资产，这些可都是机密，要是泄露可不得了。苏小姐，爷爷情况危急，医生说活不过今晚了，不知苏小姐何时替他治疗？既然我在此，他就不会死。你有疑问？不敢，一切听苏小姐的。青儿，家里其他人都怎么样了？医生已经开过药了，大家都已经不咳血了，只是这个病因迟迟找不到，药物只能缓解，但没办法彻底根治。妈，咱要不再找苏小姐道个歉？道歉？我绝不可能向她道歉。今天你也看到了，要不是她，你爸的几天怎么会弄成那个样子？可是，这没什么可是的，不就是咳血吗？咱们家有的是钱，只要花钱请名医，什么病治不好？长青哥哥，诸葛家不会真的遭天谴了吧？大家平时身体都挺好的，怎么会突然咳血呢？住嘴！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谴，肯定是苏慈那个妖女给我们下毒了。什么？构思股价崩盘？怎么可能？夫人，我们刚建成的大桥上午10点的时候突然塌了。上午10点，不就是苏慈离开的时间吗？那座桥可是经全国顶尖设计师督造，而且各项材料和验收都是合规合矩，怎么会塌？我也不知道，已经派人去过现场了，暂无检查出任何原因。建造大桥的负责人现在已经被带走了。立刻封锁消息，控制住舆论，不管花多少钱，都要将此事压下来。消息已经走漏了，现在没有新闻媒体回应我们，供应商全部倒戈，现在股价暴跌，高层集体提出离职。还有补救的办法吗？没了，夫人，我也是来提离职的。诸葛家已经彻底完了，大桥塌方，舆论爆发，银行拒绝贷款，资金链断裂，集团最多撑到明天开盘就会彻底破产清算。妈，苏小姐，这是你要的资料，这些是刘氏集团正在进行项目的资料。除了这几个项目，其他项目全部停掉。什么？大哥，
这些项目叫停可是要赔付很大一笔钱的，他这不是胡闹吗？住嘴！一切按照苏小姐说的办。把京城的地图拿来，再去取笔墨。好，是。将我画过的地方全部买下来，建成学校或者医院。这么多位置，全部买下来得花我刘家多少钱？好，我亲自去办。你们跟我走。你留下来，苏小姐有任何吩咐，务必照办。是。那这块地就麻烦你了。哥，咱请他来是替爷爷治病的，现在他让咱们买地建学校和医院，这和治好爷爷的病有什么关系啊？苏小姐吩咐的事情，不许过问，更不许有异议，明白吗？可是我刚看了那地图，上面起码标了上百处位置，先不提全部买下来要花多少钱，上面位置大多偏僻，建成了学校和医院，那以后也都是亏本生意啊。苏小姐这么做自有她的道理。大少爷，苏小姐吩咐，今晚24点前需将刘家所有的现金流水都捐给慈善机构啊。什么？我明白了，我现在亲自操办。大哥，这苏四明显是要搞垮刘家，你千万不能信他。这种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次。大少爷，你说大哥是不是糊涂了？怎么苏四一来说什么他都全信？二少爷，大少爷一向聪明，从来不会做亏本买卖的。爷爷还没治好，就花了我刘家这么多钱，万一是骗子呢？不行，我得去试试他到底有没有本事。大少爷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爷爷，我已经按照苏小姐的吩咐安排下去了，地图上所有位置都在安排收购。可这样做，你的病真能治好吗？这个图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果然，苏小姐让我办的事绝不会这么简单。这是寻龙图，传说只要将上面的地点连起来，就会出现龙形。这真是失传已久的寻龙图。不过，还是感觉缺少点什么。虽然只有龙形，但少点龙威。我知道了，画龙点睛，只有画龙点睛之后，此图才算完整。苏小姐，恕我斗胆问一句，那些项目资料您看都没看就要求全部停工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没有理由，我自有安排。好，很好。你知不知道，那些项目都是我刘家经过层层精挑细选出来的，哪怕随便一个扔出去，都能让外边那些企业挤破头去抢。与我何干？这不在我考虑的范围。对，反正损失的都是我刘家的钱，都是你的，你当然不心疼。还有，现金流水、无偿捐赠一事，怕不是最后都捐到你手上了吧？口无遮拦，真是不懂规矩。王少爷，要不你还是别说了。别拉我！苏小姐，你说我不懂规矩，那你呢？我哥请你来是看病的，你倒好。进门到现在，连爷爷的面都没见一眼，就在刘家指手画脚。刘洪生的病源自外，而非源自内，不拔除病根，治也是白治。二少爷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听起来
像是他能治，但是现在不想替爷爷治。苏小姐，我刘家是有穷人，但你也不能趁人之危，能治却不治。哼，直说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，才肯替爷爷治病？短视之辈，我所安排之事，已是在救你爷爷的命。你还在玩我？你现在做的事儿，也一样是跟治病有关，我是在消耗刘家的钱财。我刘家是不缺钱，但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。苏小姐，二少爷也不是心疼钱，他主要是怕耽误老爷子的病情啊。你要真有本事，就先替爷爷把病治好，到时你做什么，我绝不说一个不字。既然不信，又何必请我？你这是要走？就来我刘家几个小时，就搅得刘家天翻地覆，现在却想一走了之了？不行，苏小姐走了，到时候大少爷怪罪下来怎么办？苏小姐，请留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走不了了？转告刘承义，之前的约定作废，刘家失礼至此，我已无心再相处，今后也不必寻我。不准走，回来！奇怪，刚刚人还在这儿，怎么走得这么快？二少爷，大少爷要是知道苏小姐离开了，怪罪下来怎么办？不着急，我是他亲弟弟，他怎么会怪罪我？再说，我哥长苏慈完全是病急乱投医，治病哪有这么治的？可是我看大少爷态度很认真，对苏小姐也是言听计从的，这……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苏小姐她人呢？大哥，那个苏慈完全就是个绣花枕头，花了刘家这么多钱，我就说了他两句，他一气之下居然直接走了，我还没怪他，他就……气死我了！你个混蛋，你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吗？大哥，你干嘛打我？仔细看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这是龙！这是龙！我刚才明明看它就是乱画的，怎么会变成一条龙？二少爷，没错，这真是条龙。大哥，这什么情况？难道苏小姐真的有本事？完了，我闯大祸了！混账！现在知道自己闯大祸了。这是大名鼎鼎的寻龙图，按照寻龙图的地点规划布局，不仅能救爷爷的命，也能保我们刘家千年不衰。哥，我知道错了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苏小姐还能原谅我吗？苏小姐离开多久了？大少爷，苏小姐刚离开。趁苏小姐没走远，你现在跟我就去找苏小姐，向苏小姐道歉。苏小姐要因为你降罪刘家，你以后也不用姓刘了。我这就跟你去。大少爷，那我呢？项目暂停，捐款、地产买办，一切事务按照苏小姐的吩咐去办。是。妈，伯母，妈，你没事吧？亲，短短一天，我诸葛家怎么会走到这般穷途末路？天姐真的来了。妈，你现在后悔了吗？苏小姐一走，咱们家高达市值1000亿的集团就这么没了。爸临走前叮嘱过我们，一切都要听苏小姐的。爸怎么会害我们呢？我不相信诸葛家就这么完了。朱母，不好了！供奉老爷的大堂突然塌了。诡异的是，大堂塌了，所有的东西都毁了，但是只有供台上的这盏七星灯毫发无损。天姐，真的是天姐！求他
祠堂也闹。晴儿，妈知道错了，妈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快去刘家把苏小姐请回来，快去！好，好。苏小姐，苏小姐，求您开恩，救救我们诸葛家吧！我妈他们知道错了。您要是救了我们诸葛家，我诸葛家愿世世代代奉您为主母。诸葛家兴衰乃天命所为，与我离开并无关联。如今我与诸葛家因果已了，还是好好珍惜剩下的时光吧。苏小姐，以您的手段，一定能救我们诸葛家，您一定有办法，对吗？求您出手相救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会到你答应为止。诸葛长青，你为何在这儿？别跪了，赶紧起来！不，我不起来。如果苏小姐不答应，我就在这儿跪到死。你刚才见到苏小姐了？快起来吧，苏小姐并不在这儿，你跪下去也没用。什么？可苏小姐刚刚明明还在。诸葛长青，我问你，苏小姐什么时候走的？你为何出现在这里？我诸葛家不能没有苏小姐，我要去找她。哎，算了，看来她也不知道苏小姐去了哪里。回去调查一下，苏小姐离开之后，诸葛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。大哥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苏小姐走了，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哪儿。若是找不到她，爷爷还有救吗？祸都是你闯的，给我好好跪着！苏小姐走的时候说过她去哪里了没？没有，她只说之前的约定作废，刘家无礼，因此她也无心相助，叫我们今后也不必找她。好，好，你们干得真好啊！这次要是请不回来苏小姐，你们以后也不用姓刘了。大哥，这真不能怪我，那谁知道他随便画的图就是寻龙图啊！闭嘴，给我好好跪着！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刚打听到诸葛集团上个月建的大桥塌方了，而且是在上午10点。我记得苏小姐离开海城也是上午10点呀。这么巧，苏小姐一走，大桥就塌了。还不止啊！诸葛集团这次真的要彻底倒台了。大桥塌方，新闻一出，各种连锁反应接踵而至，估计明天股市一开盘，诸葛家就要彻底清算破产了。诸葛家好歹是千亿集团，这才1天不到，这样说倒就倒了。立刻通知刘家上下所有人，到天涯海角也要给我找到苏小姐。另外，苏小姐吩咐的事情，立刻给我落实，不得半点耽误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还有你，此事因你而起，一旦寻到苏小姐下落，你马上给我去向她磕头道歉。小姐，您之前不是交代明日回来了吗？怎么现在回来了？难道中间出现了什么变故？一时间说不清楚，1个时辰内有客至此，你准备一下。是。妈，晴儿，妈，你怎么又开始咳血了？医生给你们开的药都没吃吗？吃了，但是不管用。我们刚才请了10几位名医来家，问过之后都说无能为力。晴儿，见到苏小姐了吗？见到了，但苏小姐不肯原谅我们，说是天意如此。都怪我，怪我开始就嫉妒苏小姐，一直挑衅她，
不然就不会闹成这样。竟然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。妈，苏小姐现在已经离开刘家了，他们也在寻找苏小姐的下落。若是刘家找不到，那我们该去哪里找呢？苏小姐离开刘家了？是啊，现在整个刘家都在找苏小姐。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啊！不必等10日之后了，我们现在就求苏小姐出手，替我儿子治病。老爷，刘家发动了所有的人脉，都找不到苏小姐，我们能找到？不需要找，我知道苏小姐在哪里。多谢苏小姐救命之恩。你立刻带着我准备的一应物品到这个地址去请苏小姐出山，记着一定要恭恭敬敬。父亲，要我说啊，那苏慈就是没办法救刘老爷子，兴许跑路了。他让你准备的金丝猴花，花了我封家1半的家产，凭什么给他呀？荒唐！再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我打断你的腿！苏小姐并非你我可以制作之人，只要我们对她足够恭敬，小施恩惠，我们封家就得大造化了。知道了，你跟他一块去，给我盯住他，别让他惹事儿啊！是。奇怪，这不是徐老爷子地盘吗？徐老爷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已不是徐家家主，叫我徐管家就行了。等你们多时了，进来吧。你们在此稍后，我去给你们备茶。多谢徐老爷子。许知远怎么会在这儿？父亲不是说是苏慈的地盘吗？不知道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苏慈一定是许知远养的小情人。我说父亲怎么对这个苏慈这么敬重呢？原来是看在许知远的面上。但是大少爷，就算是你说的对，老爷也没有必要对那个小情人那么尊敬。要我说啊，这苏慈根本没什么真本事，靠着一张狐媚脸招摇撞骗。苏小姐果然是容貌倾城，风姿卓绝啊！打开。苏小姐，这就是金丝合欢。哎，苏小姐，这金丝合欢可是我封家花了大价钱买的，这么珍贵的东西，应该轻拿轻放吧？不过是刚满100年的次品罢了，尚能起效。次品？苏慈，你装什么呢？拿得出这么多钱吗？我看你身上这件价值不菲的旗袍，也是许知远给你买的吧？是又如何？哼，我就知道你们关系不一般，用他钱用得这么理直气壮。他是我的仆人，我花他的钱，理所应当。你说许知远是你的仆人？啊，这是你们之间的小情趣吧？情趣？苏慈，你就别装傻了，承认吧，你根本不会治病。若你不信，那你走吧。走？怎么？我戳穿你的真面目，就想赶我走啊？金丝合欢，浪费我封家那么多钱，你得赔偿。若你不治，这花儿我可以收下，但我没有现金。我可以用此物作为交换，但你收下之后，我与你们家便再无任何关系。
不过就是一些戏法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没关系就没关系，我倒看看你准备拿什么糊弄我。石头，苏死，你耍我呢？金丝合欢花了我封家1半的家产，你想拿个破石头来抵？你做梦！今天必须拿钱来抵，其他我都不认。黑曜石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怎么能乱扔呢？徐老爷子，这苏慈天天在外面招摇撞骗的，你不管管你的小情人？什么？什么？你不道的东西，满嘴污言秽语，还敢污蔑我和苏小姐纯洁的主仆关系？什么？你们真的是主仆关系啊？不是情趣？还敢胡说！也许徐老爷子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关系。哎呀，不该说谎。对不起，徐老爷。跟我道歉做什么？赶紧给我家主人道歉！对不起，苏小姐，是我误会了。但是这金丝合欢浪费了我封家那么多钱，一块破石头实在抵不了，起码得500亿。500亿，这么便宜啊？我给了。这里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私房钱，正好500亿，你们拿去吧。还说不是情人关系，谁家主不是仆人给主人花钱的？算了，只要拿到钱，挽回了封家的损失，管你们什么关系？徐老爷子啊，我还是信得过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祝您和您的主人苏小姐生活幸福。小姐，既已送出，这石头与我因果已了，你拿着就是你的了。多谢小姐。有了黑曜石，徐家气运起码还能维持100年繁盛，到时候别说500亿，5万亿也赚得回来。风老爷子，我们所有人都看到您派风大少带着厚礼出门了，您就不要再隐瞒了。是啊，我们诸葛家还等着苏小姐救命呢。喂，你回吧，我绝不会透露苏小姐在哪儿的。风老爷子，我们两家向来关系很好，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我爷爷就这么去世吧？不是我不愿意透露，而是我不配。如果苏小姐愿意，她自然会让你们知道她在哪里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们刘家、诸葛家惹怒了苏小姐，她不愿意见你。家里来这么多人啊？姐，怎么样？你的病好了没有？没有。什么？怎么可能啊？苏小姐医术高超。父亲，你怎么还对苏晨那种人有所期待啊？他就是个骗子，根本不会治病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啊？他苏慈就是许推演的小情人，根本没什么本事。我带着金泽湾去找他，发现他住在许推远徐老爷子成交的私宅里。哎呀，幸亏我聪明啊，照苏慈所要的赔偿，拿回了许推远的私产。什么？风老爷子，我们刘家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了，再见。备车去徐家古宅。老爷子，再见。赶紧打车去许家古宅，别让刘家抢先了。好。哎，不行，我要回了咱们买金丝花的钱，幸好没什么损失啊。孽障！你是要气死我呀！我打死你！老爹息怒！爹，你为什么打我呀？我要回了我们家的损失，你可夸我呀！我夸你个鬼！快，抓紧备车，我亲自去古宅。
找苏小姐请罪。是。刘家长子刘承义，刘家次子刘越东，特来向苏小姐请罪，求苏小姐原谅。徐老爷子，我们想见苏小姐。小姐说不想见你们，你们请回吧。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看样子苏小姐是不肯原谅我了。那爷爷和刘家岂不是没救了？我看不必了，像他这样的高人，我们越是强求，反而适得其反。可是我们先前已经怠慢于他，他没有理由出手相救。如今求苏小姐原谅，已成奢望。可是我们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。我记得家里有一幅从三国时期传下来的古琴。哥，那古琴可是世间罕有的至宝，上次有位国际大师开出天价收藏，你都没同意。这要是送出去，岂不亏了？那怎么也谈谈条件吧。住口！要不是你师舅，怎么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苏小姐没有降罪，已经算是恩赐了。现在再提条件，就是得寸进尺。现在回家拿古琴，再找苏小姐。妈，就是这儿了。您待会儿见到苏小姐，可不能再得罪她了。妈知道怎么做，只要帮我诸葛家渡过难关，我给她跪下道歉都行。快进去！站住！你们是谁？想干嘛？我是诸葛家主母陈芳，这是我儿诸葛长青，我们特意来请苏小姐回去的。原来是诸葛家，我们家小姐是不可能跟你们回去的，死了这条心吧。苏小姐，看在我好吃好喝供您1个月的份上，您就收回天谴吧。苏小姐，我妈知道错了，求您原谅她一次。看你们不是知道错，而是知道怕。我家小姐何等尊贵，屈尊在你们诸葛家待了1个月，可你们倒好，3番2次羞辱她，甚至还要让她跪下。你们好大的威！我当时因为老公离世，伤心过度才说了些胡话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。那诬陷我家小姐贪污诸葛家钱财，可有这回事？这，你们不仅给我家小姐扣上贪污的罪名，还骂她是妖女，到最后不惜找了个老道要杀我家小姐。这些事桩桩件件，哪件冤枉你们了？现在还敢死皮赖脸找上来，你们可真是羞辱了诸葛家的门庭，还是滚吧！苏小姐，我妈知道错了，还望您看在家父的面子上饶我们一次。他们只是一时被鬼迷心窍。你就是诸葛长青吧？诸葛炽的儿子，惹了我家小姐不高兴，谁的面子都不管用。要不是我家小姐启用七星阵，你能站在这里说话？休要再得寸进尺了。诸葛家的人，他们居然也来了。也就是小姐脾气好，换了我，早就一把火把你诸葛家烧个干净。苏小姐的委屈是我一个人造成，都是我的错。只要能救我诸葛家，我愿以死向苏小姐谢罪。不要，妈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。不关你们的事，都是我的错。苏小姐，我一把年纪了，从未求过任何人，只希望我死了以后，您能收回天谴，放过我诸葛家。妈，你怎么样了，妈？小姐，要不然您出来看看。
苏小姐，我妈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还望您收回天谴，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诸葛家以后定不忘此恩。天谴并不是我降下来的，是你们诸葛家命数至此，人各有命，你们回吧。非我家小姐心狠，天谴确实与我家小姐无关。上个月诸葛志以命换命，来求我家小姐施展七星阵，续命救你。我家小姐不惜损失元气，逆天而行。本来过了今晚方可万事大吉，可你们破坏了阵法，所以引来了天谴。这么说，我爸祠堂里的7盏灯就是七星灯，所以我爸去世就是在以命救命换我。你们不珍惜诸葛志以死搏来的机会也就算了，到头来还引来了天谴，这事与我家小姐何干？原来一直都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听信周金然的挑唆去动那7盏灯，现在不仅让你父亲的死付之东流，还引来天谴，怪我，都怪我呀！妈，事已至此，也怨不得别人。我们走吧。苏小姐，还请留步。你们这几家可真有趣，一个个贬低我家小姐，出事了才知道后悔。泥人尚且还有3分脾气，更何况我家小姐。你们啊，还是回去吧。徐先生，我们这次来不是在求苏小姐再度出手的，是因为之前说好了要将此古琴赠与苏小姐作为赔罪，所以才再次上门讨扰。古琴，古琴，可是你先祖当年留下的？是的，听闻这副古琴是您当年赠与先祖的，现在把它赠还给您，也算是物归原主啊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我还能见到这张古琴。小姐，这张琴咱们要收下吗？既然我与这古琴缘分未尽，那就拿回来吧。你们可以提要求。苏小姐似乎是一位非常念旧的人。哥，要不没有任何条件，本来就是赔罪之礼，再提条件就是过分了。苏小姐能收是我们的荣幸。可你糊涂了，苏子都说了可以提条件，你还非要白说。闭嘴！区区一张古琴，我刘家还是送得起。能得到苏小姐的夸奖，陈毅3生有幸。罢了，我知道你们今天不仅是来赎罪的，更是为了那张未完成的寻龙图。还请小姐赐教。苏小姐，我也教训过岳东，他也知道错了，还请苏小姐原谅。先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苏小姐，还请苏小姐原谅。也是我与刘家缘分未尽，那我就跟你们回去，了结这一因果。真的？我们小姐自然是说一不二。若这次你们再对小姐不敬，绝对不会。刘家全家上下全听苏小姐安排，快去备车，请苏小姐回刘家。是。哎呀，也不知道2个少爷能不能顺利把苏小姐请回来。哎，刘家不能步诸葛家的后尘呀，这。哎呀，少爷，苏小姐，哎，少爷，你总算把苏小姐给请回来了。苏小姐离开后，咱们家是怪事连发呀。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？家里先是被乌云笼罩，雷鸣不断，
然后就是灯光闪烁，伴有地动，直到你们回来前一刻钟才停。感谢苏小姐，愿意再次帮助刘家，请苏小姐吩咐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我之前吩咐的事可做好了？按照苏小姐吩咐，我们已经在地图上相应的位置收购了产业。你要求暂停的项目，我们已经全部停购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等吧。不是都准备好了吗？还等什么？等客人至此。我们这还要等多久？难道就这么一直干坐着？放肆！苏小姐说要等，我们安静等着就是了。我这不也是也早点醒过来吗？听闻您回到了刘家，我就即刻带着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来给您赔罪了。没想到等的竟是封家人。这是您之前给小儿的500亿，除此之外，封家再献上500亿，全当是封家向您赔罪。求您不要和封子敬这个无知小儿一般见识，还不滚过来道歉！之前是我狗眼看人低，辱没了你，还望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起来吧。我就知道苏小姐不会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般见识的。既然如此，还请苏小姐……这钱你就收回去吧，我们的因果已结，封家自有封家的去路。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我许志远的情人罢了，你以为你什么地位啊？别说！封子敬，你若敢再羞辱苏小姐的话，就是跟我刘家作对！你个混账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苏小姐，多怪我管教不力，可是我就只有这一个儿子呀，求您体谅一个老父亲的苦衷，救救我的儿子吧！我回去之后一定好生管教他。非我不愿意救他，只是这7星灯本就有违天命，断不可2次亮灯。那救刘家老爷子的方法，封家可能用？不能，个人有个人的命数，这个法子封家并不适用。陈毅，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封家走投无路吧？伯父，不是刘家不愿出手相助啊，只是苏小姐的意愿，我们刘家无权左右啊。好，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封家从此与你刘家各跑断义。子敬，咱们走。真是看走眼了，没想到刘家竟是些背信弃义的东西。爸，别生气了，他就是个骗子而已。听说啊，他停掉了刘家手上最赚钱的几个项目，集中资金四处去买地。一个骗子的话也敢信？刘家啊，离破产不远喽。刘家最近真的在四处买地，千真万确。那这块，都是刘家最近新入手的地皮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寻龙图？爸，什么是寻龙图啊？传说中只要按照寻龙图安排布局，就可保家族气运千年不衰。既然刘家不仁，就休怪我封家不义了。爸，我现在就派人
去抢那几块地皮。抢那几块地有什么用？最重要的是画龙点睛的那块地。你现在立刻派人去盯住刘承义的动向，只要他们有新要入手的地，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抢回来。是。哥，刚收到消息，封家盯上我们了。只要是我们刘家看上的项目，封家都要来插一脚。其他项目还好，就害怕寻龙图的项目出错。这封家肯定是知道寻龙图，才会如此行动。苏小姐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早说过，各家有各家的命数，封家非要逆命而行，那谁也救不了他。是，一切按照苏小姐的计划进行部署。刘越东，去古宅把我那古琴取回来。是，我这就去取。但愿我那古琴永远都用不上。大少爷，不好了，龙眼那块地被封家给高价拍走了。我也收到这个消息了，先听听苏小姐怎么说吧。苏小姐，龙眼那块地被封家抢走了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安排啊？不急，封家来了。苏小姐，你为刘家布的寻龙图，关键的龙眼部位已经被我拿下。只要你愿意出手救我儿子，这块地我可以无偿的转送给刘家。明明是故意从我刘家手上抢走，说的好像有求于送给我们一样。我和苏小姐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？你，苏小姐，意下如何啊？封家家主是发现那寻龙图救不了封子敬，才来刘家谈判的吧？你早就算到了。我早就提醒过你。你什么时候提醒过我？你不过是觉得我封家比不上刘家，不愿意出手罢了。现在我儿子已经陷入昏迷，如果你不愿意出手相救，那刘家就和我封家一起陷入没落吧。你这人讲不讲道理？苏小姐不愿意救封家，关我刘家什么事儿？闭嘴！苏小姐，考虑的如何了？封子敬会昏迷，就是因为封家家主强行插足他人的因果，得到的反噬。我与封家之间因果已了结，封家主请回吧。好，既然你无情，就休怪我封腾无义。这封家人真是不要脸。行了，少说两句，这封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苏小姐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护心丹你们二人服下，还有一颗给老爷子也服下。今晚你们在房间好好照看他，吩咐下去，今晚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允许离开房间半步。是，一切都听苏小姐安排。我让你取的古琴呢？我这就取来。也不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。苏小姐竟然让我们连卧室都不能出去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只要有苏小姐在，就没什么问题。我们只要听到苏小姐的话就行了。封家果然是把龙眼炸了，现下阴损之物来袭。
老伙计，今晚就靠你了。希望刘家今天能渡过难关。谁？我不是说过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出门吗？是谁在外面？滚！你要是再敲门，信不信我跟你拼了？这什么情况？杯子怎么突然掉地上了？我外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哥，怎么办啊？我不想死啊！难道是封家对龙眼做了什么？苏小姐说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许出屋门。赶紧给我滚！我刘家明天绝不会轻易饶了你！敢在刘家放肆，给我滚！秦商，是苏小姐。不愧是苏小姐。苏小姐说了，不许出这个屋门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明天自然会知晓。可说的对，还是为小命要紧。今晚算是平安度过了，就是不知道封家是否还留了后手。苏小姐，昨晚差点吓死我，外面不知道谁在敲门，灯也不亮了，后来传来一段琴声才平息。感谢苏小姐昨夜出手啊，守护住我刘家。不知昨夜的异象是因为什么原因？因为封家把龙眼炸了，才会引来异象。什么？封家把龙眼炸了？石龙图怎么办？还能完成吗？不用担心，富儿过来。是，我这就把苏小姐的话吩咐下去。毒死你的妖女，还我儿命来！是你的妖女对我儿做了什么，我儿才会突然暴毙？什么？疯子竟死了？我这假惺惺的装什么装？若不是你们刘家勾结这个妖女给我儿设局，我儿又怎么会死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刘家何时给你做绝？竟然还敢嘴硬！先是引我买龙眼那块地，接着故意激怒我将那块地炸，只是因为你们早就在那块地做好了手脚，把它与我儿的性命关联。可怜我儿，白白做了替死鬼啊！都是你一意孤行，与苏小姐和我们刘家有何关系？还在这里狡辩！现在就要为我儿复仇！妖女，知道你有几分本事，但我手上这张符，你肯定破不了。现在我就要你们几个统统给我儿子陪葬！方腾住手！此乃绝魂咒，咒发则绝迹方圆10丈内一切生物，待首当其冲，魂飞魄散的，则是施咒之人。你从何处寻来此阴毒之物？只要能给我儿子复仇，能把你们拉进地狱，封腾死
何妨？儿子敬，为父来陪你了。冯唐，你住手！你疯了！父叔，切莫冲动，此事尚有蹊跷。疯子敬命数早尽，非他人所害。若非你执意寻夺寻龙图，破坏刘家机缘，又怎会引来天谴，报应在疯子敬身上？一切不过是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若你此刻执意引发此咒，便自己会迎来天谴，这便是你想要的结局吗？休要惑我心智！儿死，必须用你们的血来祭奠！这力量！唉，痴妄惑心，终至自毁，可叹可悲。陆爷爷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疯子敬的死，真的与我和刘家无关吗？那块地，疯子敬暴毙，皆由疯家因果反噬，寿元早尽。封腾爱子心切，又被怨恨蒙蔽灵台，不惜动用禁术，终招致反噬。此乃他自身选择的因果。世间万物皆有因果缘法，封家父子便是前车之鉴，望刘家好自为之。吾辈谨记苏小姐赠言。爷爷，不谢苏小姐救命之恩。我昨日吩咐的事情可做好了？按照苏小姐的吩咐，已经在寻龙图的各个地点做好供法。好，将我昨日画的画呈上来，笔墨伺候。是。这是要画龙点睛。原来这画龙点睛是真的点睛。只因封家将龙眼炸毁，才以此补全。原来如此。啊！这是龙！环境。成了，实在是太神奇了。其卑微，地脉重续，这是我刘家千年基业稳固之兆啊！多谢苏小姐大恩。苏小姐，你龙脉已补，气运重连，尔等谨记：气运虽固，根基仍在人。多行善举，恪守正道，方不负今日之功，保家族千世不衰。刘家后世万代定不忘苏小姐大恩。